站在月球这片荒凉的土地上，仿佛来到了沙漠戈壁。强烈的阳光洒在月面上，环顾四周，天际线之上是漆黑的天空。除了太阳，此刻在空中还有一轮并不完整的地球。这里看到的地球，比我们平日看到的月亮大很多，这是因为地球的直径比月球大3倍左右。2013年12月14日，嫦娥3号探测器已经告别地球12天了，它即将在月球着陆。此时，嫦娥3号在距月面15千米的轨道上由南向北飞行。20点59分51秒，降落程序启动。此前，探测器已经调整姿态，发动机喷口朝前，太阳能帆板也已收起。发动机点火后，探测器降低速度，调整姿态，纵轴逐渐指向月面。在没有大气、充满未知的月球环境中，嫦娥3号要把高达6480千米的时速，在10分钟内逐步降为0。在下降过程中，嫦娥3号携带的微波测距仪和激光测距仪分别对月面发出信号，不断测出到月面的距离。它还携带了微波测速敏感器和加速度计，用于测量和计算相对月面的速度。这些高度、速度的数据，就是嫦娥3号控制发动机推力大小的依据。很快，地面收到了降落相机传回来的画面。月面的景象越来越清晰，有3个撞击坑形成的亮点，由小到大，始终保持在画面的中部。嫦娥3号是一边看一边落。虽然此前嫦娥2号对着陆点红湾区域做过精细的调查，但那只能说明这里地势平坦，没有大型的撞击坑。要是具体到降落点上有没有小坑、大石头这些障碍物，还需要嫦娥3号自己观察判断。在嫦娥3号下落到距离月球表面100米的地方时，会像直升机一样悬停在空中。阿波罗第一次登月的时候，他们的悬停点并不是它设计点，就是它这个飞船到了位置以后，再看底下是一个很不平的，如果这样落下去呢，它可能会折跟头。这个悬停非常重要，悬停就是找着陆点。我们要求下去过后不能超过20厘米的沟渠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不要出现8度以上的坡度，就是尽量平坦一点。所以这个选择都是着陆器自己自主控制、自主选择。长征报告，进行转悬停模式。进配合悬停模式。如果探测器判断这块区域不适合着陆，它会打开水平机动推力器，一边下降，一边自主平移，寻找更好的着陆点。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的技术。长征报告，进行转避障模式。现在转避障模式。此时屏幕上显示，下方月面果然有一个撞击坑。随即，画面上的坑开始向屏幕上方移动。嫦娥3号向南自主避障了。长征报告，进行转缓速下降模式。现在转缓速下降模式。21点10分37秒，画面中的景物开始放大。嫦娥3号开始最后的旅程。着陆器下降到3米高度，发动机关机。21点11分14秒，嫦娥3号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，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落向只有1步之遥的月球。21点11分15秒，嫦娥3号安全着陆在月球表面，尘埃落定。
嫦娥3号终于抵达月球了。这个3米多高、1吨多重的探测器，就这样悄无声息，而又重重地落在了这个死一般沉寂、毫无生命迹象的星球。在距离嫦娥着陆点以北12米的地方，有一个直径15.46米的大坑，在大坑的边上还有一块长2.48米的巨石。如果嫦娥在100米处悬停时不调整一下的话，仅仅是这个大坑和巨石都会给着陆带来很大的风险。2013年12月14日，农历11月12，此时按照月球上的时间计算，月球雨海这个地方正是上午10点左右，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因为没有大气层的包裹，此刻月表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00多度。嫦娥3号将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工作。着陆大概10分钟后，着陆器展开太阳能帆板，玉兔号月球车也展开太阳能帆板，竖起桅杆。在着陆器北侧的转移导轨张开，安装在桅杆上的导航相机对周边环境拍照，发回地球。地面人员迅速把照片还原成3D 立体图像。地面专家经过对着陆器和巡视器状态最终检查确认后，向嫦娥3号发送指令，2气分离开始。玉兔号月球车轮子解锁，月球车缓慢运动到转移导轨上，然后月球车的轮子再次被锁住。转移机构展开，托举月球车下落，直到接触月面。月球车从转移导轨上走下来，完成分离。玉兔号月球车学名叫月面巡视探测器，是中国第一个在外星球进行巡视勘察的机器人。它长1.5米，宽1米，高1.1米，重140千克，有6个轮子。周身银光闪闪，耀眼夺目。它具备20度爬坡、20厘米跃障能力，可在月球上累计行驶10千米，具有自动避障等功能。设计寿命为3个月。玉兔号月球车肩负着巡月的使命，在与嫦娥3号着陆器相互拍照留念后，它正式开启了巡月的旅程。嫦娥3号成功软着陆在月球。为了便于标定探测区域的地理信息，就需要给着陆点以及探测区域月表的地形单元命名。第一个给月亮上的地貌命名的人是伽利略。他把月面上最明显的高山，用他家乡的亚平宁山脉来命名。后来，他的老乡，意大利天文学家李乔利，更热衷于这项工作。他将月面的暗区称为海，并赋予它浪漫的名称，比如雨海、静海、酒海、红湾、风暴洋等等。对于环形坑，采用了古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等著名人物的名字。这一命名体系被当时的人们接受并流传下来。
他命名的200多个名称至今仍在使用。但是李乔利的命名存在着明显个人好恶，他不喜欢哥白尼，于是就把他扔进风暴洋里。他也不喜欢伽利略，于是把他发配到风暴洋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坑。他崇拜丹麦天文学家蒂谷，就把月球正面最引人注目的环形坑给了他。当然，他也在月球正面给自己留了个位置。1922年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成立了国际月球地理实体命名委员会，开始对以前命名的月名进行确认管理。从此，月球的命名实行了标准化管理，以规避命名中的乱象。随着上个世纪美苏开启的探月热潮，月球探测器不断传回来图像数据，大量以前观测不到的月球地貌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本着谁发现谁命名谁提交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审核的原则，月球上的名人堂又添加了成百上千的主人，祖冲之、张衡、郭守敬等中国古代科学家也位列其中。根据嫦娥1号拍摄到的全月图，2010年中国首次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申请月球命名并获得批准。从此在月球上又增加了3个中国人的名字，他们是毕升、蔡伦和张玉哲。中国科学家把嫦娥3号落月点附近及玉兔月球车巡视探测的区域称为广寒宫。还记得落月之前降落相机传回图像中那3个环形坑吗？这3个坑直径分别为420米、470米和480米。中国科学家以古代天文星图中的3元给这3个坑命名为紫微、天市、太微。广寒宫就在紫微撞击坑的东侧。2015年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批准了命名方案，月球上再次打上了中国的烙印。嫦娥3号千辛万苦来到月球，它来了之后要干些什么？其实这是科学家早在嫦娥工程启动初期就已经开始考虑的问题。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没有人做过的，而中国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做。也通过我们观测呢，他会发现，在有一些双星体系里面，还能够经过精细的分析到第3、第4天体的存在，能够揭示出在这种2个新的天体的这个系统里面，还有行星的存在。 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
着陆器上的月基天文望远镜至今仍在工作。当太阳磁暴发生的时候，产生的强电磁辐射、高能带电粒子流以及高能射线会向地球袭来，不仅会对围绕地球运转的导航卫星、通信卫星造成严重破坏，还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危害。等离子体层是保护地球的一道天然屏障，延伸到地球表面以外4万千米左右，它可以阻挡太阳风暴形成的巨大脉冲，所以观测等离子体层变化就可以监测太阳风暴，为保障地面通信以及地面与航天器之间的通信安全提供依据。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曾经留下过这样的篇章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只有跳出地球之外，才能看到等离子体层的变化。在38万千米外的月球上，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，而观测的设备就是嫦娥3号着陆器顶端的极紫外相机。我们在月球着陆器上放这个仪器的话，就有机会利用它离地球比较远嘛，30多万公里远，然后我们这个相机视场里头可以看到10几个地球半径的范围。这是2014年4月21日，人类首次观测到太阳磁层亚暴对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塑形作用，并分析得到等离子体层边界3维形态。玉兔在距离着陆器南面18米的地方告别了着陆器，之后转身向南，就开始了一路走走停停的寻月之路。每走到一处停泊点，都要转头1周，把周围先看一遍，然后再舒展筋骨，开始探测。巡视器在设计之初考虑到月夜寒冷，因此在休眠之前会有一系列规定动作：放下桅杆，合上右侧太阳能板起到保温作用，左侧太阳能板调整方向对准东方。玉兔美美地睡上一觉，静等下一个月昼的来临。在经过第1个月夜的休眠后，2014年1月12日，当月球上第1缕阳光照射在玉兔左侧的太阳能板上，它苏醒了，打开覆盖在身体上的右侧太阳能板，重新竖起桅杆，开始第2个月昼工作。玉兔号月球车舒展机械臂，勘察脚下月壤。他发现这里的土壤来源于一种新型的月海玄武岩，含有较为丰富的橄榄石和钛铁矿。玉兔使用为它量身定制的测月雷达，边走边探，为我们描绘出广寒宫月表下的浅层结构。嫦娥3号在月球表面也会看到太阳东升西落，而这个过程是地球上的14天。换句话说，它要经受连续14天的太阳曝晒。月球没有大气层，没有空气的对流，也没有云层的遮挡。月表温度能够达到130摄氏度。到了夜晚，温度又会骤降至零下180摄氏度。
300多度的巨大温差，让月球环境变得非常恶劣。在第2个月昼中，科学家们经过研究，计划让月球车前往位于其西南方向的大石块区域去看看。月球车转向西方行驶，途中陆续经过几次停泊，进而到达离大石块不足10米的地点。这块巨石长5.2米，最高处近2米。它的背后不远处就是紫微撞击坑。然而，此时从月球车发回的照片显示，大石块周边存在太多小石块，不适合月球车行驶。而大石块西侧的紫微撞击坑边缘，显示出有较好的研究价值。因此，月球车就此调整方向，转头向北行驶了15米左右，然后停了下来。我坏掉呢。2014年1月25号，萌萌的玉兔发了个微博，说自己可能坏了。一时间，玉兔的命运成了让人揪心的一件事。嫦娥3号、玉兔呢，在月球上呢，出现了问题，就是导致呢机构呢不能够再进行受控运动了。2013年12月24日，美国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从广寒宫上方飞过，并为嫦娥3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在月面上拍下了合影。经过和之前此处照片的比对，我们能够看到月面增加了2个亮点，下面的那个就是玉兔，另一个稍大的亮点是嫦娥3号着陆器。着陆点以西40米处是深度大约80米的紫微撞击坑。2019年，中国月球探测器将会再次造访月球，并且首次出现在月球背面。
天上的月亮像河岸影，那是传说中的广寒宫。嫦娥姑娘已踏上征程，要把月宫探个究竟。眼前是满天烁烁繁星，身后是地球美景。带着未来的憧憬，奔月的道路上，留下你坚强的背影。你的背影，千年的梦想由你完成。月的背影，人类的伤心的高峰。你的背影，牵动着我们的心灵。月的背影，探索未知，永无止境，永无止境。